我靠，5000两，给我就发财了。那全拿去吧，用不着客气。对了，师傅，你去年不是印4000两吗？为什么今年印5000两啊？现在物价上涨，上面什么都加，下面应该加点吧？嘿，师傅，没想到你人情味没有，鬼情味倒挺足的，怪不得下面要聘你做银行大班印冥纸了。自从九叔打败任老爷父子之后，就知道僵尸的厉害，一不小心就会把小命交代。于是他就带着2个徒弟从任家镇搬到了甘田镇，并且通过关系坐上了地府银行的大班，本想着后半辈子能享享清福。结果2个徒弟又给他闹幺蛾子。喂，你们2个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！这部上映于35年前的经典港片，是林正英最被低估的一部僵尸片，7月14给鬼看的神功戏。太热了，都没人来，早知道不占位子了。最地道的招魂术，恐怖的僵尸拜月，还有英叔大战雷电法王，每一帧都是无法被超越的经典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中国民间传说，7月是鬼月，7月15是鬼节，也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那些无主之魂就会在这日子由鬼差押解上来领取阳间的布施。一般的风俗都会在这一天放水灯、烧纸衣或者放水布，请高僧念经超度亡魂，早脱苦难。与此同时，九叔正带着宝贝徒弟秋生赶制给下面弟兄们的硬通货冥币。你敢信？由于阳间物价飞涨，连地府都通货膨胀了，今年的冥币面额直接从4000两涨到了5000两。九叔作为地府特许的印钞官，不仅要在通知单上签字画押，还要提防伪造，否则就要被打入18层地狱。就在这严肃的时刻，调皮的秋生意外发现了师傅的真名。原来师傅的真名叫林凤娇啊！好家伙，原来威严的九叔大名叫林凤娇，这名字可把秋生给乐坏了。就在此时，九叔突然想到自己的小徒弟文才跑到哪里去了。一晚上都没看见文才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他知道自己长得矮，先去占位子看戏。占什么位子？今天晚上戏是唱给鬼听的吗？于是九叔就和秋生来到了戏班，然而戏台下空无一人，只有文才傻乎乎的占了个 C 位，看得津津有味。秋生嘲笑师傅骗人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九叔冷笑一声，掏出牛眼泪往秋生眼上一抹，下一秒秋生差点吓尿了。只见台下密密麻麻坐满了观众，一个个面色惨白，表情诡异。更可怕的是，4个青面獠牙的鬼差正在维持秩序，押解着孤魂野鬼们看戏。一个丑陋的女鬼看上了傻乎乎的文才，飘到他身边，想勾走他的魂魄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叫小丽的漂亮女鬼从天而降，直接赶走了那个丑女。九叔一看大事不妙，再不救人，文才就要被鬼差当成野鬼一起押回地府了。于是他把一根红绳绑在秋生手上，派他混进鬼群里，把文才拉出来。九叔千叮万嘱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更不能弄断红绳，否则就得永远留在下面了。秋生哆哆嗦嗦地走进鬼群，嘴里念叨着看不到听不到。可偏偏在这时，他下意识地叫前面的人让一让，也就是这个举动差点害了自己。随后秋生壮着胆子来救文才，可是文才已经被小丽迷得神魂颠倒，怎么也不肯走。小丽见秋生还在那里假装看不见自己，只好使出绝招。果然秋生立刻沦陷，九叔见势不妙就拉红绳提醒，可跟小丽聊得火热的秋生哪里管得了那么多，直接放开师傅给他护身的红绳。随后小丽更是向2人哭诉自己身世可怜，要被人抓回去当小老婆，而后面那4个就是对方请来的打手。秋生和文才头脑一热，居然拿出师傅给他们防身的灵符，定住了4个鬼差。戏棚里的鬼魂顿时大乱，开始四处逃跑。九叔急忙冲上去想要补救，奈何他们数量太多，根本抓不完。成功逃脱的小丽和2人成了好朋友，并且告诉他们召唤自己的咒语：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我就会出来了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这下篓子可捅大了。4个鬼差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，对着九叔就是一顿鬼话输出。九叔只好吃下鬼泥和他们交谈。师兄，师傅怎么会说鬼话？闭上点，听人说嘛。不，听鬼说的。最终九叔为了打点关系，只能忍痛烧光了店里所有的冥币库存，才把这事暂时压了下去。可跑掉的鬼还是要抓回来，光靠九叔一人根本忙不过来。无奈之下，九叔只好发出信号向同门求助。次日一早，收到消息的同门纷纷赶来，可是大师兄未到，他们也不敢擅自行动。一旁的秋生却不乐意了，这么多人等他一个，他老几啊？对啊，老几啊？没大没小，我的师兄就是你们师伯。大师伯。就在此时，大师兄时间赶到，时间一来就对九叔冷嘲热讽，还带着他那个看起来就不是善茬的儿子石少坚。众人商议，决定用先天八卦阵抓鬼，而负责引鬼入瓮的倒霉蛋，自然就落在了闯祸的秋生和文才头上。
两人心生一计，假装半夜卖豆腐，在豆腐里加了能让鬼浑身发抖的红豆，想把鬼骗过来一网打尽。岂料秋生又碰上了小丽，三言两语就把计划全盘托出。这下可好，鬼魂们得知被骗，瞬间暴怒，把两人围起来就要开袭。两人见势不妙，急忙向布阵的地方跑去。各位师叔瞅准时机，启动大阵，将追过来的孤魂野鬼全部困了起来。随后他们就各显神通，开始收鬼。而大师兄的闪电奔雷拳更是打得他们魂飞魄散。九叔见状急忙劝说：大师兄，你要高抬贵手，利用闪电奔雷拳，那些无主孤魂就会永不超生了。可是两个人的梁子早就结下，更是要对秋生的朋友小丽下手。幸亏九叔及时发现挡了下来，这件事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解决了。可是九叔为了救两个徒弟已经散尽家财，他只好帮人看风水来养活两个徒弟。任老爷是镇上的首富，想要替父亲迁坟，可就在谈价钱的时候，秋生却狮子大开口：来，500个大洋。师弟，没想到你比我狠，我才不过要10个大洋。就这样，生意被大师兄抢走。石少坚贼眉鼠眼，竟偷偷拔了任老爷女儿玛丽的头发。九叔急忙提醒大师兄小心点，你徒弟心术不正。秋生和文才见他贼眉鼠眼，不安好心，于是便偷偷跟在石少坚身后。果不其然，石少坚就躲在荒郊野外，用邪术搞起了灵魂出窍，准备去非礼玛丽。正义感爆棚的秋生立马召唤小丽帮忙，三人决定给这个下流胚子一个教训。秋生和小丽去阻止石少坚干坏事，文才留下来把石少坚的肉身藏起来，让他有魂回不去。可猪队友文才居然去欺负小狗，结果引来一群野狗报复，他只好丢下石少坚独自逃跑。眼看石少坚的肉身被野狗叼走，这下祸闯得更大了，魂魄无处可归，天亮前回不了身体，就会魂飞魄散。两人知道自己又闯祸了，于是便回来找师傅兜底。两人先是对着九叔一顿拍马屁，然后又把他们闯的祸尽量往小里说。九叔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一边催着两个徒弟赶紧把身体找回来，一边回到房间做法为石少坚招魂续命。石少坚的三魂七魄，快回来，回到老地方。经过一顿折腾，石少坚的魂魄总算是聚了起来。另一边，秋生和文才最终在小丽的帮助下，总算找到了那具惨不忍睹的残躯。当时间看着儿子被整成这副鬼样子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恨得牙痒痒。他假意请求九叔帮忙，去一个叫僵尸林的地方，取一种叫棺材菌的东西来为儿子疗伤。还没等九叔拒绝，秋生就答应了下来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随后九叔就给徒弟们科普什么是棺材菌。这里呢叫做棺材山，也叫僵尸林。本来这里是贼窝，可是那些贼被人出卖了，结果他们全都被杀了，所以这些贼是死不瞑目。他们满怀怨恨而变成了僵尸。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个强盗头子，也就是僵尸王。他的尸体困在棺材里面，鼓着一口冤气上了喉咙，形成菌一样。这口冤气在他的嘴里面进进出出，这就是所谓的棺材菌了。九叔心里明白，时间此举分明是想借僵尸王的手除掉他们，但为了还人情，九叔还是硬着头皮带着俩徒弟去了。僵尸林里遍地棺材，阴气森森。九叔施法让他们开了天眼，找到了闪着绿光的僵尸王棺材。取棺材菌的过程惊险万分，他们不仅要和僵尸王嘴对嘴吸出尸气，还得提防周围棺材里随时可能蹦出来的僵尸小弟。果不其然，他们一开棺，整个僵尸林都活了过来，无数僵尸破棺而出。秋生和文才立马躲在了棺材后面，这一切都是时间在背后捣鬼。只见他施法控制僵尸王向师徒三人发起攻击，三人被僵尸大军追得满地乱窜，最后还是九叔出手，用擒贼先擒王的法子，一举搞定了僵尸王，才平息了这场混战。由于棺材菌是极寒之物，三个大男人根本受不了，于是秋生又把小丽召唤出来帮忙。可就在传递棺材菌的时候，九叔不小心献出了自己的初吻，小丽自然也对九叔一见倾心。拿到棺材菌以后，师徒三人就来向大师兄交差。大师兄表面道貌岸然地接下棺材菌，心里却对自己的计划失败气得牙痒痒。另一边，小丽赖在九叔家里不肯走，非要以身相许。可是不近人情的九叔却把他封进了罐子里。师傅，你来真的！大丈夫言出必行。好有性格。念在你救过我两个徒弟，放你一马。说收就收，要走就走，那我多没面子啊！就这样，小丽彻底赖在了九叔家里。午夜子时，时间抓来11个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男女，将儿子练成了一个半人半尸的尸妖。尸妖为了维持生命，开始四处猎杀和自己生辰八字相符的人吸血。一时间，镇上人心惶惶，大街上都是遇害者的尸体。
九叔看了看尸体，大惊失色，心想难道是僵尸？就在此时，文才发现了大街上的石少坚。棺材俊见笑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对，师傅，他已经被野狗咬烂了。现在才说。知道真相的九叔怀疑石少坚就是僵尸，于是便让秋生用银针试探。秋生来到石少坚身后，一针扎进了他的腰子，眼看带出的是绿色汁水，秋生急忙向师傅汇报。这下九叔确定石少坚就是那个害人的尸妖。九叔心生一计，决定用百宝汤来对付他，只要泼在尸妖身上，就能让他瞬间现形。所谓的百宝，就是平时能看到的100种物品，头发、指甲、排泄物，这些都在其中。两人本想在大庭广众下解开石少坚的真面目。你搞什么鬼啊？经过一番啼笑皆非的追踪和误伤，始终没有得手。他们一直跟踪到夜里大街上只剩石少坚一个人的时候才成功。只见石少坚露出了狰狞的尸妖形态，两人此时才意识到大街上已经没人了，仓皇逃走。危急时刻，埋伏在附近的九叔出来救场。石少坚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急忙向父亲求救。爹！这一幕恰好被赶过来的英叔师徒看到，时间一咬牙，直接拧断了儿子的脖子。九叔非常吃惊，上来试探，石少坚果然断气，可他似乎忘了尸妖本来就没有呼吸。眼看大师兄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，九叔只好作罢。可他们刚走，大师兄就用闪电拳将儿子救活。九叔知道大师兄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两个徒弟，于是就用攻击给徒弟做了一个替身，让他们一路向西，不要回头。果然，重新复活的石少坚出现在两人身后。刚刚跑了一会，秋生和文才已经体力不支，蹲下来休息。在石少坚追上来的时候，他们手中的替身救了他们一命。时间见到智商降到0的儿子十分愤怒，他直接施法将方圆百里的尸体全都变成了丧尸。秋生和文才见到这么多丧尸，差点被吓尿，急忙向回跑，让师傅帮他们兜底。师傅！果然，此时九叔已经在院子里布置了阵法，还让两个徒弟不要毛躁，只要再顶一会他就布置好了。可是刚进屋，九叔就原形毕露。很快，丧尸大军就攻破了第一道防线，秋生只好利用九叔布置的阵法苦苦支撑。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，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，阵法被破，两人只能退到屋内。九叔也只能硬着头皮用刚画好的符咒对付僵尸，可是不一会，手里的灵符就用完了。就在九叔被丧尸围攻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古话，于是一跺脚把地府的鬼差请了上来。果然，一众丧尸见到鬼差都被吓得不敢动弹。可就在九叔问价的时候，他们却狮子大开口，九叔只好硬着头皮写银票。鬼差收完钱以后非常满意，立刻开始收丧尸。秋生和文才见状松了一口气，可九叔的神情却越发的凝重，因为尸妖马上就要赶来。九叔趁着这点时间设置了一个陷阱，果然下一秒石小坚就出现在眼前。九叔以身作饵，想引他进入陷阱，结果两个徒弟一时紧张，把他自己吊了起来。就这样，九叔变成了石小坚的盘中餐。危急时刻，躲在罐子里的小丽及时出手救下了九叔。九叔此时十分火大，让秋生把石小坚引到陷阱中。看来以后这种以身作饵的事情还是让徒弟来做。只见九叔拉动机关将石小坚困住，然后请出祖师符尘，直接一口气将这个害人的尸妖打得形神俱灭。儿子被毁，时间彻底撕破脸皮，一场正邪大战瞬间爆发。只见时间一个闪现来到九叔面前，见到气势汹汹的大师兄，九叔打心底发出开始劝说：大师兄，我还算是你师兄吗？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时间临凤交，我要你血债血还啊！眼看没得谈，两人只好动手。可在雷电法王的奔雷掌下，就连九叔也接不住一招。小丽见状急忙冲上来替九叔挡住致命一击，可大师兄却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下一掌居然打爆了祖师雕像，这也让九叔找到了他的弱点，原来八卦镜可以反射雷电。九叔立刻招呼大家举起八卦镜抵挡，果然大师兄的闪电奔雷掌被反弹，打得自己烟消云散。危机终于解除，秋生和文才立刻替小丽说好话。师傅，这次多亏了小丽，人家这么帮你，你怎么谢人家啊？当然是以身相许啦。看着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小丽，九叔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有了计较。下一秒，小丽就换上了红嫁衣。恭喜师傅！到这里，影片结束。本片是香港灵幻僵尸片的成熟收尾佳作。影片以茅山正邪道术对决为核心，首度构建鬼差、地府的完整世界观，丧尸军团大阵、斗法等场面视效升级，民俗细节扎实饱满。林正英塑造的九叔沉稳正宗，钱小豪等徒弟贡献喜剧调剂，恐怖与幽默平衡得当，镜头利落紧凑，动作设计与氛围营造兼具质感。
影片既保留传统僵尸片的倒数仪式感，又在叙事与视效上大胆突破，是情怀与娱乐性兼备的经典，成为一代人的港式恐怖回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